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是交易生活频道。前几天收到一条消息，是一位观众朋友说，他使用我频道里教的方法，胜率有8%-90%，用$20赚到了$1000，非常厉害。但这位朋友提到了一点，说每次大周期的单子拿不住，拿一段就怕回撤，然后就平仓了，后面拿不到。我觉得这是很多交易员，甚至是做了好几年交易的朋友，都还没有彻底想明白的问题。归根结底，也就是盈亏比和胜率的关系，非常值得专门做一期影片来讲解。希望能对各位有所帮助。如果你是第一次点进这个频道，请多多点赞和关注，频道会始终免费分享前沿的交易策略、交易模型、交易心理以及交易员生活等相关的内容。首先，什么是胜率？这个很好理解。你本周做了10笔交易，6笔盈利了，4笔亏损了，你本周的胜率就是60%，也就是单位时间内盈利交易数占总交易数的比例。盈亏比是什么？盈亏比指的是你盈利的金额除以亏损的金额，或者是潜在盈利的金额除以潜在亏损的金额。比如一笔交易，你放置好止损和止盈后，如果你止损了，在计划中亏$10；如果你止盈了，在计划中赚$20。那么这笔交易的盈亏比就是20除以10，也就是盈亏比2:1，国外喜欢说2R，这就是胜率和盈亏比分别的含义。这个时候你可能会问，那到底是选胜率高的策略，还是选盈亏比高的策略呢？盈亏比和胜率只有结合起来，才能综合出交易表现。很多人被一些交易策略所吸引，是因为某个策略晒出了盈亏比特别高的交易，但忽视了胜率。比如最近的加密货币的牛市行情，一些博主跑出来跳大神，说看突破了趋势线，踩稳一波暴涨，赚飞了。但实际上，如果你仔细复盘，在这一波牛市之前去画所谓的趋势线，你会发现非常多次突破之后立刻掉头跌回来，甚至是跌得更深的例子。为什么那些天天分析行情的老师一画趋势线就暴赚，而自己一画趋势线等突破跟着买就暴亏？以前我也被类似的问题困扰过，后来学了越来越多不同类型的技术分析体系，研究了很多策略模型，经过了大量的复盘，才终于领悟了这个道理。在充分回测并保持一致性的前提下，当你选择做盈亏比高的交易，胜率是不高的，所以要用小一点的仓位。相对的，当你选择做低盈亏比的短线交易，保持好胜率的同时，可以通过放大仓位来放大收益。说的更直白一点，就是用小一点的仓位去博取更大的区间，而用相对大一些的仓位去做更高的确定性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在绝大部分的市场中，价格就是这样运行的，价格在超过一半以上的时间都在进行盘整，只有在少数时间进行趋势运动，有一些剧烈的位移。所以，当你想拿一笔盈亏比很高的订单时，换句话说，就是想做一笔止盈很宽，但是止损很窄的单子时，有更大的可能会遇到盘整的行情而被打掉。相反的，当你想做胜率很高的单子时，只要不贪婪，运用交易生活频道之前教过的知识，抓取一些特定的模型和走势，比如价格从一个流动性的位置投递到另一个流动性的位置，或者从一个不平衡的区域前往另一个不平衡的区域，只要你不贪婪，胜率就可以做到很高，但是相对的，盈亏比就很难做到比较高。这里是一个胜率和盈亏比关系的图表，可以看到，假如我们抓到一波大趋势的胜率是20%，那么盈亏比至少要做到4:1，才可能把之前反复尝试所带来的磨损给收回。超过4:1的盈亏比才能算开始盈利。但如果你做胜率更高、确定性更高的交易，盈亏比只需要做到1或者2就能保持赚钱。所以回到影片一开始，频道的这位观众提出的问题，他赚了钱，但是认为自己大周期的单子拿不住。我给他的建议就是，既然赚了钱，就保持好现在的节奏，只做确定性高的部分。80到90的胜率是相当不错的成果了，拿不住也没关系，单纯的放大仓位就可以扩大收益，而不用忍受中长线中反复的磨损和回撤。OK，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